你不用喊爸爸，爸爸不能帮你。妈妈刚才在那里已经没有说你了，因为很多人在那里，所以妈妈会给你很尊重，在公众场合会给你足够的尊重。但是事情不会这样就过去了。你什么时候可以冷静下来跟妈妈说话的话，我们再说。如果你还想哭，你就先哭。如果你能冷静下来听妈妈说话的话，我们就说话，可不可以？不可以是吧？那你继续哭一下吧。有情绪是很正常的，但是不能太过分了。已经4、5天了，很过分，非常过分。爸爸妈妈叫你干什么你都不愿意，不愿意也没关系，但是你还打人，扔东西打人，有没有扔东西？有没有打人？只要一句话你不喜欢听你就打人，是不是？这样真的不对，一点都不对。爸爸妈妈尊重你了，但是你没有尊重爸爸妈妈。我不能再纵容你这样的行为了，不可能再纵容你这样的行为了。你上学会不会这样？你会不会对老师跟对同学这样子？你只是想欺负爸爸妈妈，不是吗？你觉得我们不会跟你计较，是不是？我知道你现在什么都听得懂，真的过分了。你弄爸爸的时候，上去，回去自己的椅子，坐回去自己的椅子。爸爸他刚刚没听见。熟悉我们频道的老粉都知道，其实乐宝已经进入了 Parable 2的叛逆期。然后呢，之前其实稍微跟他讲一下的时候呢，他会听，知道是非对错。但是他现在慢慢的就是感觉到自己比较厉害，然后他可以想不听。其实这些现象也是正常的，就像那天在吃饭的时候，他会的东西就开始有点点飘的那种感觉。对，然后那天吃饭的时候呢，就打了他，就到后半段的时候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揍了你，经常会发生这种事情，是不是？他好像是不愿意回去。忘记了，反没什么正，印象。但是我们当下，我就是无过挨揍当下。当下我们不会去说在这么多人面前说他不是，或者逼他道歉或者怎么样，我会跟他说不对，哪怕你哭也好，什么也好，没关系，我就把你带回去一个安全的地方，再慢慢跟你说。因为他那时候频率比较频繁嘛，所以我也会比较严厉的跟他说，但是我都会跟他说，就是说完这个事情之后，我会补充跟他说，无论怎么样都好，妈妈都会爱你，爸爸都会爱你，哪怕你表现的不好，我们都爱你，但是希望你要改正，因为这个事情不会因为我们爱你而过去的。就是如果你是个熊孩子的话，也不会因为我们爱你就不是熊孩子，对不对？就反正要纠正他不对的行为。有时候他。但是也不要下他的面子。但是你会有点比较上头。就是跟他有纠纷的时候比较上头，那个情感不一样嘛，毕竟他就是处于一个就是我觉得比较传统一点的像妈妈的角色，然后小孩通常会比较欺负妈妈，因为亲近，是不是？是这样的。然后你就会就心有点堵，因为觉得毕竟相处了这么长时间，感觉他突然间好像又变化了，这种感觉嘛。我个人就是比较这种迟钝的感觉。然后跟他会排忧解难。那小朋友那个叫什么？小朋友变化很快，所以我最近买了一本书叫《何以为父》。对，何以为父在那边。怎么滴的？滴啊！你想坐车车是不是？牵我手手。你自己走，好，可以。
去吧，去吧。你扶好了，扶好了。哦，去，坐坐是不是？这里，坐，好。爸爸去滴，爸爸去滴，你给爸爸。好。妈妈。爸爸要去哦，爸爸要去哦。你要啲個，唔知應該俾人拉好貴喎。喜歡嗎？啊？喜歡嗎？火電車。耶。这叫什么？电车。啊。你小时候经常坐了吗？要下车了不？不下车，我们要去吃饭饭了不？我们吃完饭再看看坐火车好不好？好吗？都会给你坐，你放心。好了，那天就是他下电车又哭了。其实，在同一天他就会反复发生这种情况，我觉得都是正常的，因为他的表达跟不上他的情绪的变化。然后他不会处理。那时候刚学会讲话，连句子都不太会讲，然后他想做的事情又太多了。对，他现在其实就那么过了，好像几个星期到1个月，他好多了，对不对？就他自从能讲话，完整的表达一个句子出来的时候，我感觉就是他那个心情没那么着急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既然他是这样的情况，其实作为爸爸妈妈应该去帮助他，而不只是去压制他的情绪。像是那天，其实他我记得到悉尼的唐人街下车嘛，然后他不愿意一直闹，然后他又比较着急，心里着急，嘴上又比较着急。虽然说没怎么样，但是我就要去调和他们的矛盾。然后我觉得乐宝也没有做对嘛，是不是？然后我就让他在外面冷静，然后我就把乐宝抱进了那个 Mantra 那个酒店里面，稍微有个干净的地方。那天星期六晚上很多人，干净的地方。然后他没办法，他什么都不愿意听，他就在地上哭。那我说 OK 没问题，你哭，就是我的处理方式是这样子，我不会觉得丢脸，你就在那里哭，我陪你，反正我不会离开，不会因为你哭发泄情绪我就离开，但是我会告诉你这样是不对的。然后，但是等到你什么哭好的时候，冷静来找我。然后他哭到中间的时候，其实是有个很好的有个 Mantra 的亚洲哥哥，我觉得他应该会中文吧，但是像那种 ABC， 然后他就过来问乐宝，他用英文问乐宝说就怎么样，然后他后面就跟他说中文了。虽然那个中文不是很标准，但是后面就跟他说中文，然后乐宝就说就是那种感觉，但是他其实心里知道，来者不拒，通通都拒绝。对，然后但是其实很 nice， 他心里也知道，但是他情绪在头上。然后他后来站起来之后，我就说，那你过来，我跟你聊聊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就是其实你喜欢做，你可以跟我们说，但是就是怎么样，就是所有东西都把它解释一遍。那些是因为强行下了 tram， 然后。对，那你没办法，因为你一定要吃饭，你不可能说24小时都坐那个车吧，是吧？对。所以你一定还是要有这个意识的嘛。我们还是有原则的。我们是有原则的。有空的时候才会陪他，好像发电一样做1个半小时的家务。但是如果就是我们有要做什么正事的时候，我们是不会这样。对。每次经过这么反复的过程，虽然家长会身心俱疲，就很累，但是其实他每次都会有进步。我把他当做一个大人一样，所以他表现出来也会像一个大人一样，慢慢学会去思考他自己的行为。所以我觉得其实会累，但是是好的。很好笑，他确实有在进步。最近那个叫什么？他沙坡打滚的时候，慢慢自己哭完之后自己站起来。对。然后再想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对。虽然这个沙坡打滚是无理的。但是他很好的，他其实他自己理解这个整个过程理解之后，他会说妈妈起，爸爸起，就是会说对不起。因为我也会鼓励他，就是如果他惹到他爸爸或者有什么跟他矛盾的话，我就跟他说，那你跟他说道歉吧，因为你们是最好的朋友，然后怎么样。但是爸爸也要道歉，因为爸爸你也没有做好，就是我是他们的家庭判官。去吃饭。开吗？怎么开？1、2、3，耶！好了。Thank you so much。谢谢，没问题。OK。你们还是最好的朋友吗？我们还是不是朋友？那什么？
啊！哎，小心小心！你要等爸爸，等爸爸，等。妈妈坐这里，妈妈坐这里。Hello。来吧，来小宝，来小宝。And you know one thing, like Yeah. October 8th, because we will develop the 来小宝。 Jordan Manila, so in 啊，嗨。狗狗给我看一下好不好？狗狗给妈妈看一下。真係啊！他现在每天都不愿意下车。啊，你等下来刷卡，我们出站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但我们现在要回家了，因为车车要回家了，他自己也要回家，开车车的叔叔也要回家了，知不知道？你不下车的话，叔叔就回不了家睡觉了。知不知道？他不睡觉的话，困，明天就开不了火车了。是那一段时间，其实我有点精疲力尽，因为我一直在调和你跟乐宝的关系，就会有沉下，但是其实我知道你内心还是会有点我觉得难过的。其中一种原因还是因为那个叫啥，以前就是我们很久没有试过24小时连续的24小时这样相处。对。因为之前都会送去上学嘛。上学那下班之后有一段时间，其实也没有很长，就几个小时嘛，就睡觉了。所以但不一样的，完全不一样。完全不一样。面对那个一直情感面对24小时是完全不一样。而且我觉得就是为什么说要多带小朋友出去或者跟在身边，因为那个时间段他会变化的很快，他接触的人很多，事物很多之后，他发展的好快，然后他一下子身体或者智力各方面跟不上之后，他就会有很多问题了，是吧？就是急了呗。那你觉得值得吗？我觉得很值得的。如果在我带他去这么多地方，认识这么多人，跟这么多朋友玩过以后，我觉得每次他跟那些小朋友玩过之后，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，都很有成长，很有进步。对呀，所以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。下次我们现在记录下来，虽然那个 vlog 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，但是还是会给我很多回忆的。是吧？你怎么长了1圈的胡子啊？给虫的。眼睛这么大啊！